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。这是一个破译密码的小说，感觉还挺有意思的。先生会的真多，英文、数学、弓箭、破译密码，你还会什么呀？我想想，我学过枪、短刀、马术，后来跟着一位女师傅学过一些简单的防身术。孟学安只是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间谍，而不是一个女杀手。还学过开锁和窃取情报的一些技巧。不过像破译密码这种本事，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会的。我们数学社的日常活动就是钻研各种各样的密码。孟学安，他教你这么多，他还对我灌输了很多他自己的观点。但是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对事物都有很多自己的看法，并不把他的话当回事。你绝对是一个让孟学安特别头疼的属下。孟学安这个人，最喜欢别人对他100%的顺服和忠诚。但我偏偏喜欢对他阳奉阴违、自作主张。我们闹翻的那天，我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他忍着没把我掐死，已经算是他最好的涵养了。他不会轻易伤害你的，他只是喜欢征服的感觉，他只想毁灭荣家。我觉得他喜欢你。他喜欢我？嗯。这个男人痛恨整个世界，我觉得他就像一个丢进火炉里的手榴弹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。他连自己都不喜欢，更不可能喜欢上任何人的。他跟我讲过，他说我很像年少时候的他，大概是移情作用，才会让他对我手下留情吧。你不懂男人。算了，不提他了。该睡觉了。先生喜欢什么画？老板，这幅画多少钱？2元1尺。先生，你喜欢齐先生的画？是我爹喜欢，刚刚不是给我娘买了一个镯子吗？我想着给我爹买个礼物吧。老板，把这3幅画都给我包起来。哎，好嘞。等一下，没带那么多钱。没事，都包起来。好嘞。不用找了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这些画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暖心宅的礼物吧。那我爹要问我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就说是好朋友送的。晚上想吃什么？还去昨天那家吧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好。阿尚，啊，冯小姐。阿尚，真的是你？那你们先聊。我之前有孝在身，不方便上门拜访。你父亲的病好些了吗？我爹病情稳定。你怎么来北平了？我跟父亲正好来北平办点事，没想到就碰到你了。杜小姐的事，我替你感到很难过。她不懂你的好，是她的损失。你会遇到一个好女孩的。阿尚，回上海之后，
你要是心情不好，想找人聊聊天，随时来找我。你家也在办白事呢，我也不方便去打搅。大哥去世之后，父亲一直郁郁寡欢。我这次来，就是想给他找一些字画、古董，稍等啊，哄他开开心。但又不太懂行，你能帮我参考一下吗？我爹比较懂行，其实我也不懂，抱歉。也是，这次正好在北平碰上了，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吧？正好。我已经有约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就不打扰了，我去附近再看看吧。你和他还真是有缘啊。都装完了？嗯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早点回去吧。好。有个问题，我一直还挺好奇的。按理说，你跟桥本诗织算是少年情侣，应该没有什么仇恨吧？可是为什么你一开始跟他重逢的时候，好像就不是很开心，到了现在，甚至越来越厌恶他了？我还在想，你什么时候会问我呢？一直都挺好奇的。我也觉得他挺虚伪做作的，但是你都说了，他是一个虚伪做作的人，那我为什么不能厌恶一个虚伪做作的女人呢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呀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是我太蠢了。当时一心以为他真心喜欢我，没想到人家精明得很，一边吊着我，一边还勾搭着当地的富家子弟。要不是我偷偷去给他送什么惊喜，听到他和他妈妈的对话，不然我现在还蒙在鼓里呢。你问我为什么这么讨厌他？他找我爹谈合作，可不仅仅是带着金麒麟嫁妆给我，他让我爹弄死桥本大少，这样他就可以扶持他弟弟继承家业。没想到穆宣安来了这么一出，吓死了桥本大少，倒是遂了他的心愿。
他有反应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大概20多分钟之前。不过老爷只是支吾了几声，就又昏迷过去了。医生说，这就代表老爷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了，醒来只是时间问题。大少爷，您需要回来吗？我明天一早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大少爷，还有一件事，上次您让我查冯先生多年前的那个案子，现在我查出了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个事情很复杂，在电话里说不清楚。要不等您回来，我再详细跟您说。那好，等我回来找你。时珍，我明天一早回上海处理点事情，很快回来。去吧。你要是能像寻常的姑娘一样，哭着求我留下来就好了。你都离开上海好几天了，你要再不回去的话，我都以为你们荣家要破产了。我要是一无所有了，你会嫌弃我吗？一无所有。你要是能一直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也可以考虑赚钱养你啊。我过2天就回来。好，等你。诗织小姐，冯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找家尚。真是不巧，他昨天刚回上海。我本来是想找阿尚一道用午餐，既然他不在，不知道冯小姐可否赏光？不胜荣幸。冯小姐喜欢吃的快鱼今天终于有了新鲜货，荣先生还为您留了一份，您看要点吗？诗织小姐有什么忌口？除了辣，其他的都可以。我听家尚说你在重庆还生活过几年，不吃辣的话，那当地的菜肯定吃不惯吧？确实不太习惯，还好后来认识了阿尚，知道我吃不习惯当地菜，便总是带我去一家粤菜馆吃。这样的话，就上几道不辣的特色菜吧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诗织小姐肯定很怀念在重庆的生活吧？怀念倒是说不上，毕竟当时寄人篱下，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好。不说我了，我和冯小姐也算认识挺久了，倒是第一次坐下来好好聊天呢。不知道冯小姐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哪里是高就啊，只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做代课老师呢。冯小姐真是独立又能干，我真是自愧不如呢。如果是我出来找工作，别说是养活自己了，怕是连顿早餐钱都凑不够呢。诗织小姐是金枝玉叶，哪里用得着像我这么辛苦？什么金枝玉叶啊，不过是商人之家罢了。而且我又是庶出之女，在父亲面前都排不上号。哦，对了，令兄的事，我在报纸上也看到了。他还那么年轻，真是让人遗憾。其实家里人都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大家都想着，好歹也会在病床上咽气吧。没有想到，好好的拍卖会变成了修罗场。
说起来，那天冯小姐还救了阿尚呢。你那天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呢？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楼顶有人拿着枪指着台子，当时那么吵，出声发出警告也是没有用，只好跑过去把人扑倒了。还是冯小姐胆大果敢。当时只是一时冲动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。倒是你，那天没有受伤吧？没有大碍，只是受了点惊吓罢了。那冯小姐准备什么时候回上海呢？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就定居北平了。定居北平？嗯。那冯小姐和阿尚岂不是要分居两地吗？冯小姐也舍得让阿尚这样的男人独自留在上海呀？那她也放心我这样的女人独自在北平啊。感情这种事情，聚散都有定数的，一切要看缘分，强求不得。说的是。嘉尚，等我很久了。没多久。你怎么没有住酒店啊？我要上课啊，住宿舍更方便。今晚跟我走好不好？我们已经6天没见了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告诉我只走2天，结果一下走了6天。你是我唯一的归处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最后都会回到你身边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情话啊？甜的我牙都要融化了。上海有什么新消息吗？没什么，我爹还是没有醒过来。你家里一切都好，只不过云芝向芳华求婚了。真的？嗯。云芝觉得芳华出事，是因为她没有保护好她。况且芳华一直喜欢云芝，所以云芝打算负责到底。这段时间，他一直上门探望芳华，又是送花又是送礼的。显然芳华是被他打动了。我对武云池这个人也不是很了解，那你觉得他是个适合做你妹夫的人吗？他是个讲义气的好兄弟，但是在女人这方面，他的确有些花心。当然了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一定会对芳华好的。只是不知道这种好，是不是芳华想要的？我想他应该也会尊重芳华，可就是不确定他是不是真心爱她。芳华喜欢他，肯定是抱着要跟他做恩爱夫妻的梦想，才会答应他的求婚的。是啊，所以从一开始，我就不赞同这门婚事。但毕竟这是芳华亲自定下来的，就不好反悔了。待会回到酒店，要不你给芳华打个电话，和她好好聊一聊。好。喂，哪位？芳华，是我。先生，你最近好吗？我很好。听说你答应了武云池的求婚，我有些担心你。我不是冲动下做出这个决定的，我考虑了很久。最初他来求婚的时候，我是很气愤的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不是他租借来的花瓶，不小心磕坏了，就得掏钱买下来。我自己倒霉，没他什么错。我也没有悲惨到需要他来收拾烂摊子。你说的很对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无论经历过什么事情，你照样可以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。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，冯先生。
我娘怪我糊涂，太太讥讽我不知好歹。方林他也觉得我能嫁给我喜欢的男人，没什么不好的。我支持你走出阴影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云池他是否适合你啊？我知道，他求婚是因为愧疚，不是因为真心喜欢我。他在外面有很多的红颜知己，也包养过一个唱越剧的戏子。先生，我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。你都清楚还答应他？芳华，你听我一句话，男人结婚前什么样，结婚后往往还是什么样，甚至会更加糟糕。你千万不要指望婚姻能把男人改变。当然了，如今的社会，离婚也是自由的。可是我不希望那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婚姻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但我也没有太大的奢求了。我想结婚，想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先生，你不知道，我爹对儿女的婚事有详细而精明的打算。他给我挑中的男人，说是非富即贵，可是论人品，连云池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过。云池是我能抓住最好的男人了。先生，你劝我往前看，我就再往前看。我能嫁给我喜欢的男人，能做豪门大少奶奶，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，能和他一道去美国留学，念我喜欢的医科。我们彼此知根知底，互相尊敬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可能还不觉得，结婚以后没有爱情的日子，就像一把钝刀子，一天天的切着你。我只是担心你总有受不了的那一天。先生，如今和我大哥这样在一起，不是也在赌吗？我跟他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，我们俩现在都没有想过未来的事情，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罢了。那你爱他吗？我爱他呀，他也爱我，哪怕只能相爱一天，我都很满足。我真羡慕你们，你们是幸运的。如果说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什么，那就是幸运这事不是人人都有份的。我要接受自己是不幸运的那群人，然后选择最符合现实利益的那条路走。好吧，如果你想清楚了，那我就尊重你的决定。芳华，祝你订婚快乐。谢谢冯先生。他怎么说？说了很多，但是我始终觉得他还是很喜欢武云池的，想着结婚去赌一把。拿终身大事来赌博，太儿戏了。我了解云池，他一直都喜欢那种灵活又跳脱、会玩但又难掌控的女孩。他喜欢去征服她们。芳华有点憨，实心眼儿，贴心巴巴地跟着云池，他反而都不会多看她一眼。我这个大舅子管得再多，他们结婚之后，我也没办法管到他们婚房里去了。那你要回去准备婚礼吗？就让太太去打理吧。云池和芳华也说了，他们不着急，他们自己把时间定在了3月初7。
云芝这回也有心了，这次为了芳华，特意去了教堂受洗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也许他真的能收心，结婚以后跟芳华好好的过日子。